抱团就能取暖吗？日本、北约紧张中俄走近，这真实意图被曝光，中俄是做对了一件事儿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许说。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日期间，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。援引声明当中的表述，日本和北约将会加强在海上安全、网络空间、军备控制以及打击虚假信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，从而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。这报道称，双方批评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。基于此，北约表示将从根本上加强日本方面的防御能力。显然，这面对中国、俄罗斯越走越近，引起了北约和日本的紧张。只是无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，还是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，北约和日本都没有资格去进行批评。先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来说，俄乌冲突是怎么引爆的？想来北约那是心里都有数啊。普京政府不止一次希望冲突停止，希望能够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矛盾，可结果呢？美西方对乌克兰持续性的军事援助，把俄罗斯逼至墙角，让俄罗斯退无可退，只有采取反击措施。加上普京又本身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，那自然不会这样任由美西方欺负。既然乌克兰不想要战争消失，那俄罗斯也不会客气，索性就硬碰硬到底。倘若局势不断升级，大不了就如普京早之前警告的那样，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。是俄罗斯想要让俄军上战场吗？是北约和乌克兰逼的。那至此，北约和日本根本就没有资格对俄罗斯进行批评，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也亦是如此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些年来频繁在中国周边是展开挑衅行动，派出军舰军机，通过秀肌肉的方式企图对我国形成威慑。我国也曾经多次给予过警告，但是最终都是石沉大海。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，在这一方面别想中国后退一步。这如今，北约和日本紧张中俄走近，无非是和美国一样嘛，担忧中俄关系在越来越好之后，会影响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。当然，双方看似是在关注中俄问题，其实在分析看来，双方也都是在满足各自利益的需要。如果说日本的引狼入室，抛开是在讨好美国之外，那么该国则是希望国家军事正常化。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，日本已经是越发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了。无论是增加国防预算，还是有意部署导弹，该国的军事正常化的脚步在明显的加快。要知道，根据日本现有的宪法，日本是没有交战权利的，也不能拥有海陆空以外的其他力量。以至于在日本眼里，这一条限制了他们的发展。一旦日本成功的修改宪法，那也就意味着该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扩张军事，甚至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，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。对此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国都必须警惕日本当前在军事上的任何举动。北约明面上虽然说也是在紧张中俄走近，但是其实也是无意当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，那就是北约希望东扩到亚洲，因为中俄不断拉近关系，想要东扩到亚洲，自然也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。只有抱团就能取暖吗？随着日本引狼入室，北约真实意图曝光，不仅会令更多的国家看清北约作为西方维护秩序、破坏区域稳定的军事工具的本质，还将再次确认了中俄做对的一件事：中俄合作稳定多极世界的关键作用。只要这中俄加强合作，任何难题将不再是难题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